好，咱们画一个4尺3开。今天画一个篮子，好不好？好像很久没有画花篮了，是吧？咱们这个 Z 玉系列里面好像还没有花篮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画一个花篮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这4尺3开啊，4尺3开。好，4尺3开是69乘以46啊。咱们在这里画一个篮子，好不好？在这里画一个篮子，篮子我们可以占这个画面的稍微中间多一点点的位置啊，大概在这里啊，大概在这里。那这个篮子待会儿怎么画，我们待会儿再看情况啊。好，这个篮子怎么画，待会儿再看情况。竹篮或者是什么篮都可以。好，一个篮子，然后这里这里可以先画一朵花，下面再来一朵花。篮子我们不要先画，先画花，因为花里面它有一些会遮住这个篮子这一部分，所以我们要先画这个。先画这个花啊，这个花可以画大一点点啊，这一朵花可以大一点点，然后上面这里还可以再来一个半朵啊，这后面可以来一些花苞什么的，啊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再来一些花苞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花类啊，其他的花种，加一些其他的花在这里，看一下我们画一些什么小碎花在这里。然后这里一个篮子的这个柄，画一个篮子的柄出来，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，好不好？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。那我们先来找几朵花来写生。我们先画这一朵，好不好？先画这一朵，来可以截一下屏，这一朵花，咱们画这一朵花，写生这一朵花，稍微有一点点玫红偏紫。那么这朵花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其他的颜料哦，咱们可以用一点点画魂里面的玫瑰红。好，这个花我们先放到这里啊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分解一下颜色，看一下咱们这一朵花里面有什么颜色。好，底色还是一样，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可以用一点点这个紫色，用一点点紫色，然后玫瑰红。这个玫瑰红我们可以用画魂的，然后玫瑰红直接胭脂，胭脂也可以用画魂的，画魂的这个胭脂也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。好像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有这个画魂的颜料啊。好，然后辅助颜色我们可以用一点点太清蓝，用一点点这个焦茶，有的底下的暗的花瓣里面用一点点焦茶，茶写错了啊，焦茶。好，就这些颜色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调色。首先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。首先咱们先调底色，底色是这个太白、3绿还有胭脂。可以，你们没有画魂的就直接用玛丽的哈，不用一定说要去用画魂的。这是我今天用的这个画魂的，你可以直接用玛丽的哈，没有画魂的就直接用玛丽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胭脂。来，我们加水来调和。调的时候，我们尽量先把笔去洗一下，让这个笔肚里面是有一点水分的这种状况。
好，我们先调底色啊，底色我们不要调的太，这朵花它是属于不深不浅的，也不深也不浅，我们不要调的太稀，也不要调太干啊，稍微的稀一点点，比我们画浅色的稍微稀一点点啊。我感觉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再加点水。如果太干了，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很容易它颜色深不下去。就是比如说我们想把它这个中间调深一点，颜色就很难深下去。好，来试一下这个底色的颜色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可以，我感觉还可以再加点3绿，它稍微偏红了一点点。你们在屏幕里面看，可能它会偏白一点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自己调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颜色色调再调深一点。调深一点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3绿和胭脂，你们可以再多加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到现场去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的家人们都是加太少了，就是加一丁点啊，加一丁点，它跟这个白纸没有太大的明显，所以说你画出来的这个就没那么通透，就显得这个跟白纸有点混合，就是它跟白纸要有明显的这个差别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调好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底色放到一边哈，放到一边备用。好，我们再另外拿一个盘子来调我们的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啊。再调我们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。来，我们刚刚说了啊，我们要用一点其他的这种牌子的这种颜料，我们用一点这个画魂的胭脂和这个。玫瑰红，紫色也可以用那个紫色我们直接用，其他直接用玛丽牌的吧。你们没有画魂的就直接买。这个玫瑰红它是比我们的这个玫瑰红稍微的偏美一点点啊，偏美一点点，就是颜色的色调上稍微要好看那么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胭脂，紫色玫红胭脂，还有这个太清蓝和焦茶，我们加一点太清蓝和焦茶做一个这个辅助颜色。好，我们先调一层这个紫色，薄薄的一层紫色，不要调太多了，一点点紫色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。来看一下这个玫瑰红的颜色，真的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哦。然后再调一点胭脂，玫瑰红多一点的时候再去调胭脂，胭脂的颜色才会更亮。它就不会灰。如果说前面的玫瑰红少了，你一调胭脂，胭脂就会显得灰。好，这个颜色大家觉得好看吗？颜色确实好看啊，颜色确实好看。大家觉得这颜色可以吗？这个颜色就跟这个颜色很接近了。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玛丽牌的这个玫瑰红，它是调不出。真的还是调不出这种色调来，调不出这种颜色来，真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区别啊。颜色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了啊，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。好，用的是这个4尺3开的纸，4尺3开纸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先折一下中线，找到中线的位置啊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的第一朵花画在中线。偏右，好，就画在这里啊，中线上面一点点啊，中线偏朝下一点点啊，偏左一点点，偏右一点点，这朵花不要在正中间，稍微往右边偏一点，中线朝下偏右一点，中线朝下偏右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啊，开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朵花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点紫色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，
调这个玫瑰红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啊，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这第一朵花。好，偏紫一点点啊，这一朵花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还是一样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来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点，蘸一点点玫瑰红。像笔上感觉有一点点干啊，有点干。我们因为刚刚就已经画了几下，干了我们再去蘸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慢慢的颜色会慢慢的变浅啊，你看，慢慢颜色会变浅一点点。来，笔尖蘸一点玫瑰红，我们中间可以留一些空间进来，留一些空间，我们待会儿会画一些更深一点的颜色进来。笔尖再来蘸一点点玫红。来调一点点紫色，再调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我就不每一次调色我就放在镜头下，待会儿就不好看，你们自己知道哈。我在调色的时候都有讲我调了什么颜色。好，在笔尖上可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就是你想要再深一点，我们就补充一点点胭脂进来，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哦。我感觉这一笔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，把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有的时候这个花瓣可以稍微大一点点，有大有小有变化。好，我们再多调一点点玫瑰红，把玫瑰红调多一点点啊，调多一点点，调一点胭脂，调多一点胭脂，调深一点点。为什么我现在要调深一点？调深一点，补充这个深色的这个空间里面啊。好，中间这里加一点更深一点的颜色进来，但是一定要调均匀啊，玫瑰红还有这个胭脂调均匀。来再补充一点玫瑰红，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啊，就要有这个深浅变化，但是都是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任意的去组合，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绣球形，绣球形就是很多的碎瓣，很多的小碎瓣，偶尔可以画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就要有大有小有变化。
好，还是一样的各种碎花瓣啊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了，有点干，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来偶尔画一个大花瓣啊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个卷起来的花瓣啊。好，这里画一些这个小小的花瓣，小小的这个碎花瓣，还是一样的。好，再来蘸一点玫瑰红，也不小心把胭脂蘸到这个笔肚里面去了，洗一下。好，洗一下笔，然后重新调底色。来，蘸完底色，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来，先调一点点紫色，不要太多了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。现在颜色慢慢的变浅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颜色现在慢慢的要浅一些了，就是少少的颜色就可以了。笔尖上稍微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去蘸这个，胭脂啊，这个地方。那这里花瓣也可以稍微画大一点。来，然后这里虚的部分，这一部分是虚的，所以说我们画的它就是感觉就是有笔触感，但是花瓣不需要每一个都看得清楚，你就这么去点它，基本上就用底色画，基本上就是用底色，就底色加一丁点啊，笔尖上稍微加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加太多颜料啊。好，加一丁点颜色。笔尖稍微加一丁点这个玫瑰红进来，好，加一丁点啊，笔尖随时去蘸一点点玫瑰红，慢慢的虚啊，慢慢的虚。这一笔刚刚有一点点深，我们稍微把它灭掉一点点啊，不要让它太深了。稍微可以中间有一点深，但是不要太深了，不然突然变得太深了。虚的地方就让它慢慢的虚，整个花的这个层次变化出来了，这个花才会好看啊。我们的这个深浅变化，在这个绣球形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层次深浅变化，在这个基础课里面都会有详细的分解啊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哈？有没有看到详细的分解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已经看过很多次，我们的新朋友一定要把这个分解类节课一定要认真学习。我们很多发现有些新朋友可能就没有太多耐心去学基础部分，就是一定要把基础几十节课的基础一定要打扎实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。就是咱们这很多的家人们学习的一个经验一个过程，就是基础打扎实之后，你会学得更好更快一些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把基础学好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胭脂哈。这个底下的这些花瓣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让这个底下这个花瓣呢稍微的深一点点哈。加一点玫瑰红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底下这个花瓣颜色可以稍微深一点点啊，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进来。
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我们继续啊，还是这些颜色。慢慢的也要变浅一点点啊，但是这边的颜色可以稍微比这边的深一点点啊，要注意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。那两边的颜色不同的这种变化，慢慢的一个变化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，注意这个深浅变化。有的时候笔尖可以加一点点深色。加一点玫瑰红，加点玫瑰红，然后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。底下这个花瓣啊，可以稍微加一丁点胭脂，让它稍微的深一点点哈，稍微比上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稍微的深一点点，一定要让它有变化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那有的时候我没有拿到镜头，但是我直接有说，你们听到就可以了哈。就是如果说我每次把这个盘子拿来拿去，也会挡住这个画面。就是你们知道我有在补充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补充几个深一点的颜色。好，现在我们笔上有点太深了，我不想太深了，咱们把笔去洗掉一下，洗一下，重新把这个底色去调一下，重新把这个底色去调和一下。来，我们这个底下的花瓣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紫色，加多一点点，把紫色加多一点点，然后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。好，颜色不要调太多了。好，这一边太平了，我们把这一个花瓣稍微加长一点点哈。感觉颜色还是调的有一点点多啊，因为我们要画这个上面这个虚的部分，你调多了，一不小心你调多了，你还是要把笔去洗一下。我们不要怕麻烦，我们就这样仔细画。这样仔细画，这个深浅变化的层次出不来，这个画面就不好看啊。来调一点点紫色，然后调一点点边缘，边缘上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哈。咱们这个现在画的是这个虚的这一部分啊，那这里有一条线，咱们这条线折的有点明显，所以画的时候小心一点点啊，小心一点点。好，笔尖上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啊。这块是虚的，虚的一直要画出它的虚的这种感觉出来啊。就是我们每点一下，它是有笔触的，就是利用这个笔触的这种感觉来画出这种虚的。我们可以生出一些小碎瓣出来哈，
可以在边缘里面啊，可以调整一些小碎瓣出来，跳出来的花瓣啊，用反比去调整。那通常我们是画完之后再去调整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想在前面先调整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先调整一下，可以用加一点点紫色，加一点点紫色去调整，让它上面泛一点点紫色的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现在这个花的话，它是有一点点从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，这样子它的花才会显得更加灵动。我们要把这个花画出灵动感来，就一定要有这个颜色的层次，好不好？这个层次的话，我是经常有讲的，我特别注重这一点，就是特别强调这一点。只要跟我学习的朋友，基本上都能画出灵动的牡丹花，因为咱们的牡丹花是有颜色的层次，有颜色的层次它才会灵动起来哈。我们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和胭脂，把这个花这里太平了一点点，我们把这里这个地方啊再加一点点啊。这个地方咱们再加一点这个深一点的颜色进来啊，加一个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深色的花瓣。好，这个球，这个绣球的这个球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要画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啊。哇，这朵花是不是等一下会画的太大了一点点？我们的构图是不是已经装不下了？感觉，但我已经画的很小了。那就画少一点点花哈，画少一点点花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我们要重新调底色了。我们要把这个底色里面再加点3绿，把底色再调浓一点，让它跟上面的底色有区别，这样它的颜色层次也会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个非常重要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底色再调深一点哈，再调深一点。来，再蘸一点玫瑰红，画几个这个翻展起来的花瓣啊，翻展起来花瓣，我们也可以多画一些层次出来啊，画一些层次出来，笔尖蘸一点点啊。好，画几个反瓣就可以了，然后其他的就这个补上正瓣就可以了。好，太青蓝。好，调一点这个太青蓝，调一点这个赭石，调一点焦茶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胭脂哈，调点胭脂。
调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先来补充这一个正半啊。好，感觉这个胭脂稍微少了一点点啊，再多加一点点，就是根部的地方稍微的深一点点哈，就这个根部的地方稍微深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把这个底下这个再来补充一点，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加一点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伸出来啊，可以大一点，大一点。来，我们笔上现在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底下的花瓣，我们调一点点焦茶进来啊，调一点焦茶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。哎，不要画成这个一块一块的，我们把它画实一点哈，画实一点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这底下看一下还要不要再来一个花瓣？感觉底下可以不用了啊，底下可以不用了，要一个也行。再加一点底色，笔上有一点点干，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进来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些啊，这边再来一些。好，这下面加一个花瓣，这里我们再加一点花瓣，加一些碎花瓣进来。
好，基本上这朵花就这样就行了啊。这朵花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，再看一下这个外形。好，把这个滑板稍微加大一点点啊，加宽一点点。回一下笔，有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这个是一个绣球形的花，大家喜欢吗？来，我们把这个上面这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调整的，不要太黑了，稍微就用这个底色去调整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边感觉这个花瓣稍微有一点点扁啊，有点扁，我们这里加一点点啊，稍微蘸一点点颜色进来，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蘸一点点，笔尖上去蘸一点点玫瑰红来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来反笔去调整一下整个花型，看一下花型哪里有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我们蘸一点点颜色进来，去调整一下，这样子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因为我们现在笔上的底色是比较深一点啊，深一点，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外围这一圈，就感觉它的这个颜色会融合进来，会有一点更加有这个层次感。好，这朵花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一朵是一个绣球形的。那我们下面再来一朵啊，再来一朵。这一朵可能只能看到半朵了。好，我们来再画一朵啊，再画一朵，在它的右下角再来画一朵啊。下一朵的底色真的有一点点暗哦，但是就画暗一点啊。它因为它在这一朵的下面，在这一朵的下面让它暗一点也没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个暗一点的底色来画。好，来在这个地方下面画一朵，这一朵可以稍微下一点点啊，在这个地方露出一点点，大概我们圈一个圈哈，圈一个圈。好，来调这朵花，我们把颜色画深一点点，我们多调一点玫瑰红，多调一点点玫瑰红，笔尖上再来一点点深色的，然后我现在目前只调了这个玫瑰红哈，来稍微这一朵是有点包起来的这种状态。那这一朵的话，颜色调的深一点点啊，颜色深一点，它显得非常的鲜艳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边画要边补充。好，这两朵花相交集的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注意它的前后关系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一层大一点，就一层小一点点，让它层次有不同的这个。让它包起来，这一朵我们就把它包起来啊，画一朵包起来状态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包起来啊，包起来。再补充一点玫瑰红。再多补充一点啊，越到花心的地方越来越深。
好，我们继续画这幅作品啊，包起来啊，让它包起来。好，这里画心的地方。好，这个就画这么多哈，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啥包起来啊。哎，这里再加一个小反半。好，来补充正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啊！补充正半，补充正半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胭脂，让颜色更深一些。来补充一点，补充多一点颜色啊！补充多一点颜色，补充玫瑰红，补充这个胭脂。好，补充正半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胭脂一定要调均匀啊，感觉这一笔没有不够均匀，所以一定要调均匀啊。颜色每次的颜色一定要把它调均匀它。好，底下这个花瓣这个稍微有点碎，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加一个宽一点的进来。好，加一个宽一点的花瓣进来。好，笔肚里面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点太青蓝进来，调点太青蓝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，然后再调一点胭脂。
好，把这个后面这个花瓣再来大一点点啊，注意它的前后关系啊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进来，然后再把上面这几个花瓣再把它补充一下，这一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调一点太清蓝，调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，因为上面这个花瓣稍微浅一点点，不用那么深的颜色，把这个缝隙里面稍微补充一点点，笔尖上的深色稍微补充一点点进来啊。颜色还是稍微深了一点点啊，但是还好，不是太深，也还能接受。总比这边浅一点嘛，我们这个上面的颜色要浅一点点啊，要稍微浅一点点才对。笔尖上的这里要深一点点啊，就是根部的地方啊，还是要深一点点。好，但是一定要小心啊，这个花它的层次要搞清楚。好，这个笔尖上的深色把它划掉啊，不要深色的，因为要画这个浅色的这一块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，花心把它画上啊，花心画上最深的颜色，用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，玫瑰红和胭脂，把这个花心最深的颜色把它画上。这个花只露出来一半啊，偷偷的藏在这里啊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面这里再来一朵，这里可以来一个半朵，或者是在这边，在哪里看一下在哪里合适啊？我们要规划一下，计划一下在哪里好，在哪里合适。在这里吧，还是在这里？还是在这个上面吧，在这个上面再来一朵。跟它相近的颜色啊，相近的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相近的颜色，我们再来一朵。这朵我们可以不用写生哈，就直接去画相近的颜色，要不加一点其他的颜色进来也可以。我们加一点点藤黄进来吧，再加一点藤黄进来，让它的颜色在这个同色系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渐变啊。那么加一点点藤黄。好，这个我们来一点藤黄。
好，加一个颜色啊，加一个藤黄进来。好，我们先调一点点藤黄色，先调一点点藤黄色在笔肚里面，再去调这个玫瑰红，再去调玫瑰红。底色可以不加哈。来，这朵花只露出一丁点啊，不用太多，不用看得到太多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哎，露出一丁点出来哈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，露出一丁点出来，加了一点点藤黄，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水分比较大一点点，就是这上面这种比较虚，这里直接我们画一个花心在这里。好，再来一层，再加一点点玫瑰红，这里再加一层。再加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调一点点藤黄，调一点点，再调一点玫瑰红。这个时候玫瑰红又可以调多一点点啊，调一点胭脂。离着这个花心近的地方可以调深一点点啊，离花心近的地方可以调深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底色进来。加一点底色进来，让它颜色慢慢的变浅一点点，调少一点点的颜色进来，加一点底色，它会更滋润一点点它的颜色上面。好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展开的这个花瓣。浅色的，这里就看到半朵啊，半朵花。再来蘸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点底色，稍微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这里再加一些这个虚的花瓣进来。好，调一点点藤黄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丁点胭脂进来。好，基本上来一点点小花瓣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些地方衔接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啊。好，不要太多。好，然后这一边哈，这一边再加几个花瓣，这边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藤黄，让它偏黄一点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加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这个花瓣再加大一点点啊，加大一点点。稍微回一下笔，有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半朵在这里露出一点点啊，然后把这个心的地方再用最深的颜色，最深的颜色画上这个中心的地方啊。到时候这里加上一些花心。
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一朵花的花心的位置，它是最深的颜色。后面的话一定是这种朦胧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画一点什么？可以，这里可以画一组叶子。好，来先画一组叶子吧。先画一组叶子，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叶子？这种红色的，红色还是用这个绿色的叶子啊？用三绿，三绿加墨，用三绿加墨啊。可以调一点点这个藤黄进来。那我加点墨，加点墨。好，来加点墨啊，加点墨进来。这里画一组叶子，加点墨。好，再加一点墨啊。这些位置比较小，所以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。好，这里先画一组，然后我们在这上面这里再来一组。好，蘸一点墨啊，蘸一点墨，画几组小的叶子在这里。画一点叶子。画两组叶子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再来画。这个叶子可以加宽一点，感觉把它加宽一点啊，想加宽一点再加一笔。那这边需不需要画东西？我们也可以不画，也可以画。那我们在这边再来画一点点啊，再加一点。调这个还是调这个玫瑰红和胭脂啊，调玫瑰红和胭脂。感觉这个后面的层次，玫瑰红胭脂不加这个底色的话，它就特别鲜艳。我现在是没有加底色啊，没有加底色，它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鲜艳啊。但水分有点大，我没有控制好这个水分，没有玫瑰红加胭脂，这稍微有一点晕到一起了。好，这后面露出一点点哈，就是后面还有一朵花，看到吗？这个后面让它感觉后面还有一朵花，后面这一朵花的颜色更深，每朵花的颜色层次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这几朵花，几朵牡丹花就已经画好了，那还想画一些其他的花。咱们把这个笔洗一下，笔上现在颜色有一点点深，有一点点深。咱们画这个花的话，还是加底色吧。
来，我们还是这个下面这个花，我们画一些这个海棠吧，画一些海棠，调一点点藤黄，调一点藤黄进来。海棠花我们之前也有画过，画一组小花。好，这个海棠就画一个个小小的啊，一个个小小的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还有在旁边再来一个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樱花和海棠是不是差不多的？长得有点像是吗？樱花和海棠长得像不像？好，中间加一点点深色的。好，沾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就沾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一幅的话，它整体的都是在一个色调上。好，这里可以挑出来。记得颜色一定要有这个层次的变化啊。好，中心的地方可以加深一点。好，这边可以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下边可以吊几朵，有几朵给吊下来的，掉下来再来几朵。玫瑰红。
感觉是有一点点侧面啊。